早安，我是 Misako。我現在人來到了大阪。大家來日本旅遊的時候很喜歡逛商店街。那說到大阪的商店街，最知名的應該就是黑門市場跟天神橋町商店街這兩個地方。不過呢，其實大阪還有一條有100年歷史淵源的商店街，也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它位在東大阪市的布施商店街。這個商店街它其實蠻厲害的，在昭和時期，這個地區是非常繁榮發展的。從南波車站坐電車只要10分鐘就可以到，可是還沒有很多觀光客知道，所以這次影片就是要帶大家深入這個布施商店街。而且我今天要住在這個商店街裡面，什麼意思呢？我先去 check in，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介紹。我現在已經抵達今晚入住的飯店要 check in 的地方，就是我背後的這一間商店。它其實以前是服飾店，而且它真的就位在商店街裡面。你看旁邊真的都是商店，超特別的。它雖然現在已經作為飯店櫃檯在使用，可是它還保存着以前還是服飾店的時候的上面的綠色招牌，還有這個原本的店名的招牌。非常的喜歡這個小細節。之所以會注意到這個商店街跟這間飯店，主要是因為日本近年來有一個飯店形態蠻流行的，叫做分散型hotel，就是分散型飯店。那顧名思義，就是它的從櫃檯 check in 的地方到你入住的房間，還有你洗澡的地方、浴場，跟你用餐吃飯的餐廳，全部都是分散開來，不是在同一棟建築物裡面。而這個住宿形態其實一開始是在歐洲流行的，是到了近幾年才開始在日本流行，就越來越多的飯店都是走這個路線。這種住宿形態的用意就是希望借由你住宿的時候，也可以到這個商店或這個地區去散步，更認識這個地方，有點促進當地經濟、重振商機的感覺。那我這次入住的就是布施商店街裡的 Sekai Hotel。來到大阪就是要吃章魚燒，我剛剛也已經跟店家拿了2顆章魚燒。這間丸幸水產是當地人很推薦的章魚燒，每天早上會進新鮮的章魚，把章魚煮熟之後丟到冰塊裡面冰鎮，就是讓章魚吃起來很 Q 這樣。一顆是沒有沾醬的，然後一顆它會幫你沾醬，來吃看看。認過的。好看哦！不知道大家吃章魚燒喜歡吃軟的還是脆的？聽說大阪的章魚燒是走軟的路線。你看到章魚了，它沒有沾醬，原本的味道很好吃耶，也是很有滋味。然後它裡面加了，聽說是京都的9條蔥。吃到章魚了，很大塊，好好吃哦！怎麼辦？我覺得2顆好像不太夠，想要再去買更多，但是因為之後還要吃別的店家，所以克制一下。有沾醬的，我真的覺得沒有沾醬的也很好吃。但如果你是吃重口味的話，當然也可以沾醬。前往下一家。我剛剛去買完背後的這一間的可樂餅了，給大家看。大薯塊跟必點的可樂餅，這一間亞馬錦剛剛來的時候，前面排超多客人的，直到現在還是陸續都有客人來這邊購買。他們最有名、有上過電視的就是這一塊可樂餅，這間據說已經有70年以上的歷史，也是非常受到當地居民的愛戴。那它其實旁邊是肉鋪，正面這邊就是賣非常多的炸物小菜，很多當地居民就是會來這邊買小菜之後，晚餐就是帶回家配飯吃，很香耶。炸麵皮其實不會很厚，它本身裡面的內餡是更多更厚的，真的是真材實料。它的外衣啊也是好吃的，因為店主超級親切的，而且重點是它這個炸馬鈴薯啊不會乾，是偏濕潤的，好純粹的味道哦，做推耶。然後接下來當然要吃他們最推的可樂餅，1塊70塊日幣，超庶民的價格。
也是不沾醬就很好吃。它內衣啊沒有裹得很厚，裡面塞滿滿的。好幸福哦，很香啊！它裡面是混了一點點碎肉末進去，所以不會吃到很明顯的肉塊，但是整體是香的，不用沾醬，它的原味就已經很好吃了。這間店真的是銅板價。雖然它的可樂餅是最有名的，可是這兩樣我吃下來，我比較喜歡它的炸馬鈴薯。來布施商店街，說到麵包店，一定就是我背後的這一間金太郎麵包啊！野君去買完麵包了哦。這間麵包店很厲害的是，它在當地已經有100年以上的歷史了，是在地人非常經典、非常喜歡的麵包店。它吸引我的是，我覺得它的吉祥物很可愛。你看袋子上的這個金太郎，非常的可愛，紙袋跟購物袋上面都會有金太郎的圖案。這一間麵包店它最人氣第1名商品就是布里歐麵包，然後第2名是紅豆麵包。你知道我剛剛去麵包店原本想要買這2個麵包，布里歐麵包只剩最後一個，還好我有搶到。然後第2個紅豆麵包已經全部賣完了，可以看出這2樣麵包到底有多人氣。還好最後一個布里歐麵包，這樣光摸是很扎實的、硬硬的感覺，吃起來普通。因為我買它的時候，距離它剛烤出來已經有一小段時間了，所以我覺得它現在吃起來不是它最好吃的樣子。我覺得如果放百慕達的烤箱再回烤一下，它應該恢復它原本的那個美味度。它的奶油是蠻香的，下面這邊比較硬比較脆，然後接近下面這邊就比較軟。我還買了另外一個甜甜圈，這就是要當點心吃的，這是童年的味道，看到又不小心忍不住買了。就是童年的味道，大家應該都有吃過這種裹着很多糖粉的基本款的好吃。而且這間麵包店它還有上鍋電視，建議大家抓緊它麵包剛出爐的時間啦，就大概是早上到下午1、2點左右，不要太晚來。除了麵包賣完之後，如果你要當下吃的話，可能就沒有辦法吃到它剛烤出來那個美味度。吃晚餐之前來開箱一下我今天入住的房間。Sekai Hotel 的房間都是這樣一棟一棟分開來的，而且每一棟就是四散在商店街的各地。那我今天住的是6人房型，超級大。它是設計成樓中樓的概念，2樓就是主要睡覺的地方，然後1樓就是廁所跟洗澡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房型超適合家族或者是邀好幾個朋友一起來住。其實房型有蠻多種的，它也有4人房型或者是2人房型，甚至它還有那種適合1個人住的，有點像膠囊類型的住宿。這個房型吸引我的一個點就是，哇，從房間窗戶看出頭來，下面馬上就是商店街。哦，這個景色真的是只有這裡才看得到哎，超特別的。可以看到大家就是騎腳踏車過去，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住在商店街裡。Sekai Hotel 的房間其實都是從舊屋改建的，像是我今天住的這個，它原本就是果汁店，賣果汁的。而且即使改建成房間用，它還是會保留着原有的招牌，我覺得非常的浪漫，很喜歡這個小細節。我現在已經訂到了吃晚餐的餐廳，今天晚餐要來吃大阪燒。我今天是入住 Sekai Hotel 飯店，就有給我一份這個 Sekai Pass。這個 Sekai Pass 是這間飯店特殊的服務，但是我今天來的這間大阪燒的餐廳，只要出示這個 Sekai Pass 的話，它就會招待你
一杯飲料，你可以選有酒精或者是無酒精的。那除了這一間餐廳以外，商店街的其他很多店家也都可以使用这個 Sekai Pass。你就是在 check in 的時候，工作人員就會給你一份這個，裡面就會有好幾張這個食券，他會給你5張，那你就可以拿着這些食券去商店街跟你想要吃的店家做兌換。他會給你一張清單，上面有寫着說哪一些店家需要1枚，那哪一些店家是你需要付2枚才可以得到可能他指定的優惠，或者是免費換食物。那像我剛剛吃了章魚燒，章魚燒的話就是1張可以換2顆章魚燒，它一般賣的時候是7顆的，只是說因為它就是想要讓你可以多吃幾家店，可以多體驗不同的美食，我覺得還蠻划算的。我刚剛也有去吃可樂餅嘛，它也是用1張就可以兌換炸可樂餅跟炸馬鈴薯、金太郎麵包，它也是只要消費1張食券，你就可以換一個他們非常人气的紅豆麵包。我現在還有2張食券還沒有用，想說留着明天繼續用。那像是這個食券是可以換食物的嘛？但像是我等一下要去泡錢湯的時候，只要出示這個 Sekai Pass 就可以免費使用那邊的入浴劑之類的服務。然後如果你在錢湯消費1張食券的話，又可以換那邊的1杯飲料，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刚刚工作人員也已經把我的大阪燒送上來了。我發現啊，Sekai Hotel 真的是蠻多人來住的耶，因為像是我剛進店的時候，旁邊坐了一組客人，他們也是有背着 Sekai Pass。我現在在講話當下，我的右手邊坐着的2位客人，他們身上也是有背 Sekai Pass 的那個護照，真的是蠻多日本人來住這一間飯店的。這間大阪燒的餐廳蠻特別的是，因為店主他是從美國回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菜單，除了有知名大阪必吃的大阪燒以外，還有很多像鐵板類的料理。再來呢，就是非常多的不是日式的料理，法式可麗餅，還有其他的異國料理，我覺得蠻特別的。而且這間店是可以對應英文，不會說日文也完全 OK。好啦，開動。我這次訂的方案其實是有含錢湯的體驗的，所以我在進來房間的時候，房間裡面就會準備了這個放有毛巾、浴巾的小桶子，這個是 Sekai Hotel 它原創的，非常的可愛。我等一下就要拎着這個去錢湯，是不是很有感覺？去的時候一樣是要帶這個 Sekai Pass， 就有點像通行證的感覺。日本錢湯真的蠻有名，數量也非常的多，相信很多人來日本旅遊的時候也會想要去體驗看看。富士商店街它有一個叫榮湯的錢湯，這個榮湯其實本身已經有60年以上的歷史，直到現在都還是保留用柴火燒熱水的方式在運營的。它的木材也是非常的環保，它是從附近的可能作業廠、工廠收集已經沒有要使用、不需要的木材，給它一個一個放進去燒柴火。我覺得是非常的環保的一個做法。今天一整天也累了，我要去趕快泡澡休息了。大家明天見。大家早安，我现在來吃早餐，因為我這次訂的是有含早餐方案的，所以有幾間吃早店你是可以選擇的。然後我來的是池田屋咖啡，它有3種套餐可以選擇，那我選的是他們最經典的厚蛋玉子燒三明治。三明治真的超厚的，然後還有附一個小盤的沙拉。再來池田屋的咖啡，它是選用自家烘焙的咖啡，我點辣熱咖啡，它的咖啡是可以免費續杯的。只是說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想要來吃茶店的話，這間吃茶店它是沒有禁菸的，大家如果在意菸味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我
終於買到綜合果汁大福了，看，就是手上的這一個。非常的珍貴，因為我昨天來這一間摩摩亞的時候，水果類的還有最人氣的綜合果汁大福全部都賣完。它在當地是創業超過70年的老店，深受在地人喜歡，所以你太晚來是真的買不到。好開心哦！這樣是380日幣。因為綜合果汁是大阪吃茶店蠻有特色的飲料，就是以前昭和時代大阪的水果攤位，它會把賣剩的水果，但它是還可以吃的，全部打成綜合果汁。這個文化算是在大阪的新世界地區開始流行的，到後來呢，就變成大阪的很多吃茶店，它都會提供綜合果汁這個 menu。那這一間店呢，就有賣一個蠻有特色、蠻有名的，叫綜合果汁大福，裡面就包了很多的水果，現場來吃吃看。它這個 size 很大它外皮餡是牛奶的餡，很好吃首先我吃到了橘子，餡很多下一個水果香蕉。然後裡面還有加一些奶油，然後很扎實，還有鳳梨，鳳梨好甜哦！我這樣吃下來是有香蕉、橘子跟鳳梨，然後都是各2塊，基本上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水果。所以真虧，你買的話，它還會給你一個保冷袋，就是希望你30分鐘以內吃完它。OK， 前往下一家。我剛剛路過看到一個蠻特別的東西，它是章魚燒鮮貝，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個，它的2片鮮貝裡面夾的是章魚燒，然後我看它還有夾蛋的，跟夾章魚燒加蛋的，我覺得非常的特別，很酷，還不錯吃。它的鮮貝很脆，章魚燒很有味道，然後他會問你要不要加醬，這樣的話一個是250，這組合是有點特別的，至少我在別的地方沒有看過。你的章魚燒會被夾成這樣，這麼扁的，裡面有章魚。可是我的 Sekai Pass 的10券用完了，如果你還有10券的話，你可以拿它換一個 Taco Sen。這間章魚燒的隔壁是在賣水果蔬菜的，我剛剛看它的香蕉，一般在超市大概要300多日幣的一串香蕉，很甜的那種香蕉，它居然只賣50日元，害我很想要買回家。刚剛在商店街吃完東西，在這附近隨便亂晃，然後看到了一間還不錯的小店，就走進來了。發現這一間店正餐有賣咖喱，如果是下午茶點心的話，就是有提供咖啡啦、一般飲品，還有甜點。店內也有賣一些店家自己做的手工雜貨，覺得還蠻可愛的，想說等一下去買一下。大家现在回到布施車站了，那也差不多該結束這2天1夜的布施商店街的小旅行。這一次實際住在商店街裡面，我真的覺得跟一般你來日本旅遊那種觀光的感覺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就是有一種更貼近日本人生活日常的感覺，尤其是這個感覺到了晚上更加的明顯。就你晚上去泡完錢湯，走回家的路上，就會真的有一種一切都非常的寧靜，不是那種很危險的觀光區的感覺，反而是會覺得心靈很平靜，有一種很安心走在自己熟悉的街區的感覺，真的非常的難形容。然後我覺得這邊的居民真的是都超級友善的，他們都會主動跟我搭話，就覺得非常的暖心，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這邊當地實際住一晚，體會看看我說的那種感覺。我這次是住在 Sekai Hotel 嘛，那選的方案是有包含錢湯，有包含早餐跟 Tabeariki， 就是有附5張10券的那個套票。大家如果也想要住這間飯店的話，在購買方案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當然，你也可以訂什麼都不包含純住宿的方案。那像這2天有一直在使用的 Sekai Pass 呢，它是不管哪一個方案都會附給你，你都可以使用的優惠護照。
好啦，這一支影片差不多也到了尾聲，最後就用我跟飯店所借的底片相機所拍的照片來做這一次影片的結尾吧。OK， 那我們下一趟旅程見，拜拜。